你姐说了，咱们俩离开上海，咱俩想去哪儿，她都负责安排。那你想跟我一起走，以什么身份呢？你希望以什么身份？秘书、助理、保洁阿姨。喂，你姐已经同意咱俩交往了。她同意有什么用？我还没同意呢。那你为什么要亲我啊？我什么时候亲过你啊？陆三土，我亲你，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情况太紧急了，我以为我要死了。可我转头一想，我还有很多事儿没做呢，我怎么可能就这么死了？比如呢？比如瑞士买的那个冰淇淋机啊，我一次都没用过。外滩新开了个会所，我也一次没去过。没打过马球，没有做过劳斯莱斯，我也没听过梅兰芳的现场，没有穿过鳄鱼皮鞋，也没跟我喜欢的人看过一场安安静静不死人的电影。这些我都没来得及告诉他。我喜欢看他笑起来没心没肺的样子，我也喜欢惹他生气，然后再逗他开心。我喜欢每次破完案之后偷偷看他，看看他明明很崇拜我，然后又装作一脸不屑一顾的样子。谁崇拜你？那天我中弹了，我以为我要死了，我身边就你一个人，我想跟你表白来着，可是那时候太困了，什么都说不出。那你现在还困吗？前半辈子我一直都浑浑噩噩的过，后半辈子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就把你当成一本永远也解不完的数学题集，不管是数论还是微积分，我这辈子跟你死磕到底了。这黄和尚肯定是有事瞒着我。平时他手下犯事花多少钱他都会捞。这陈有利这么重要的人物，他不可能不捞啊。你的证据确凿吗？再三的确认过了，指纹完全一致，作案时间充裕，人证物证俱全。那他哪来的这么大底气呢？怪了，要不先把人抓了审完再说吧。抓人容易，审出事儿来，放了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咱现在跟英国人的关系搞得那么僵，多少只眼睛看着他，咱可不能让人抓住把柄。老爷子，这次命案的死者是一个著名的艺人，媒体写了几篇报道了的，我这儿的舆论压力非常的大。啊，什么时候的事儿？知道了，你不要轻举妄动啊，等我消息。怎么了，老爷子？有一批军火刚被水警抄了，押船的弟兄死了一多半。水警不是归黄老大管吗？明知道有把柄在咱们手上，还敢这么想跟咱们正式宣战呀？你带人把陈有利抓了，我倒要看看这黄和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李哥，人证物证俱在，还是认罪吧。莫须有的罪名，你叫我怎么认？死者的掌心呢，发现一粒纽扣，在案发现场。经过查验之后呢，发现纽扣是从你的风衣上掉的，而且现场的凶器上有你的指纹。伪造证据，牛啊！难怪你之前破案率那么高。我能好好说话呀？小四，其实你想定罪很容易，先写好一份口供，然后强行按着我的手按个手印，之后再声称我袭警、拒捕、
当场击毙，死无对证。在英宗界，我可不敢像你们这么玩。那你想怎么玩？要不这样吧，我把案情的来龙去脉跟你说一下。洗耳恭听。西苑的业主吴培燕所述，之前你曾数次骚扰，试图收购培燕戏院。当时他报了一个很高的价格，陶宇有些动心，我坚决没有同意。后来，陈有利就派人跟踪我，还给我寄了把刀子。演出的时候还叫人来砸场子。陶宇被吓到了，他苦苦地劝我没有办法，就答应约陈有利见最后一面。可我没想到，陶宇跟他们早就串通好了。当晚演出之前，我告诉他，我就是死了也不可能把剧院卖了。此事当时你并不知情，案发当晚你欣然赴会。演出结束之后呢，陶宇约你在储藏室见。你得知此事之后勃然大怒，然后与死者发生了冲突。漂亮，太漂亮了，乔四，你不去写小说，真的是太可惜了。我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还不认罪啊？那我也来说说，案发当晚，我确实在那个剧院，就在案发现场的隔壁，但自始至终，我就没去过案发现场。再说，如果我真想杀人，用得着我自己动手吗？就那2个惆怅戏的，我真想弄死他们，比捏死2只蚂蚁都容易。乔斯，要不是怕给你惹麻烦，他们俩早死800回了。一哥，你扯得太远了。那凶器上的指纹你怎么解释呢？有人想陷害我。谁呀？你呀！你们家老爷子跟英国人闹腾，你扛不住了，就想把我们卷进来。你以为这是《三国演义》围魏救赵，还是声东击西啊？咱们2家划界而治，井水不犯河水，那是因为2家老大好，彼此都留着面儿。你倒好，为了升官，江湖道义也不过的事。才穿了几天的狗皮，不知道自己是谁吗？就是死活不认罪呗。咱们想通行了。你是前辈，这个面子我得给你。你们想干嘛？力哥，多有得罪了。放开！王八蛋！乔四，你疯了吧你！小西景吗？这是你教我的。你有种！回头等工部局来复查此案的时候，我看你怎么解释。
弄啥意思？哼，这话我应该问你吧？想造反呢？不嫌事儿大，都给我滚远点儿！溜子。乔四脑袋打牢了，就敢乱抓人。不是你说的按法律办事吗？依法办事可以，我没让你乱抓人。杀人了，当然要抓。干嘛？还供起来啊？出事后我问永利是不是他干的，他说不是，否则我能这么信定？哼，他说什么你都信呐？江湖上杀个人算个什么？如果是有利干的，我来处理，他没有必要向我撒谎。有利跟了我这么久，再蠢也不可能犯这种错。你女婿不是老驴啊，让他查。乔四这只小死佬，只能瞎胡搞。昨天晚上有一艘船被水警抄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先开的枪，水警是自卫。谁先开的枪？你再说一遍。阿宝，你不是第一次走水路，按老规矩，水警抄了货，出钱赎人，走过场。谁吃饱了神经病啊？乱开枪！我的人绝不可能开枪袭警。侬意思我是吹牛？和尚，你确定水警的船上都是你自己人吗？这个过后我再查一下吧。水警为什么会在那儿出现？本来我想摆摆样子嘛，走过场，没想到这个事会搞得这么大。摆样子？你看啊，其实巴黎呢真的挺不错的，东西也好吃，文化古迹也多。城里待烦了呢，你可以去波尔多，最顶级的酒庄都在那儿。可我不会说法语。不会可以学呀，法语比什么德语啊这个那个的好学多了。什么 Bonjour、Salut、Merci， 你别人说话你听不懂，你就直接回他一句 C'est la vie。什么意思啊？这就是命。可我还是想去纽约。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全部都在纽约。去了纽约，你还想继续当记者吗？否则呢？我总不可能当家庭主妇吧？我这个人呐，一旦闲下来，肯定会天天找你麻烦的。手剪刀布，我赢了去巴黎，你赢了去纽约。3局2胜，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我把乔丽抓了。然后呢？老爷子说案情有疑点，让我们再查一查。我很累的。这次按分钟计费，赶紧走。走。说好了，这次我不穿那个防弹衣，也不戴那个大钢盔。真凶落网了！真凶落网了！要不咱还是从后面走吧。好。这风水也太差了，你说黄老大在这儿干嘛呀？
英租界风水好的地儿早被瓜分光了。臭死了！有人倒下垃圾能死？这个可不是垃圾的味儿，这是下水道泛上来的味儿。你怎么知道？这一带所有的下水道工程都是我监工的。那个时候我才17岁，是老爷子派给我的第一单活。那单活我可赚了不少钱。我说之前我在银行上班的时候，马桶怎么老堵呢？一个月得修好几回。原来是你干的活。就这个报价，如果我不偷工减料的话，我还怎么赚钱啊？那你干活这么糙，心里难道不愧疚吗？老爷子只让我赚钱，其他的跟我没关系。那他如果要求你杀人呢？那看杀谁了。最近马上就要跟英国人开战了，可能我又要红槽就业了。非得如此吗？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路呢都是自己选的，落子无悔。巴黎、伦敦、纽约，喜欢哪一个？嗯，别思考，1、2、3，直接说。那巴黎吧。2比1，那就巴黎吧，一起去。您来了。这些是陶宇的遗物吧？啊，昨晚我看验尸报告才发现，他手臂上有针孔，而且还不少。您知道怎么回事吗？吗啡，那玩意吸多了，人不人鬼不鬼。有一阵子，我连杀了他的心情都有。您别激动，凶手已经抓到了，只不过现在证据还不够确凿。我这次来是来做补充调查。先生，是不是黄老大他们给你们施加压力啊？您放心，如果他真的杀了人，我绝对不可能让他逍遥法外的。先生，请起。请先生务必顶住压力，为我师弟昭雪。吴先生，有件事儿我一直不太明白。您说。我知道皮影戏后台分工起码需要5个人，您跟陶先生就只有2个人，是怎么完成分工的呢？我负责牵手唱念，小雨负责音乐兼顾唱念，帮牵手制作。小雨还在的时候，我们2个人经常两两配合。没想到那一夜，竟是绝唱。思，哎呀呀的美海里，雪龙井，我眼前缺少那引那路的渡灯。那个吴先生很可疑啊。怎么说？他的作案动机十分充足，而且也有独立作案的时间。那他更有不在场证明。案发后，所有人看着他出现在门外，从死者被杀到他出现，前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的。我脑袋可能真坏了，现在一想事就头疼，还犯困。那就去睡会儿吧，睡醒了再说。饿。你到底是饿呀，还是困呢？都有。
陆遥，三坨，开门！我一宿没睡啊。刚接到电话，陈有利罪大恶极，即日枪决。什么？说是工部局签的枪决令。英国人为什么要淌这趟浑水啊？之前大公报登出新闻，说陈有利已经伏法。戏迷们得知消息后，组织集体游行，要求处决真凶。那也不能说杀就杀吧。刚好赶上英国上议院组团来上海租界巡视，工部局怕惹事，就决定火速结案，才签下枪决令。陈有利，你借他干嘛？还有几个疑点没想明白。案子都结了，工部局也签了枪决令，他死定了。最近几天感觉很邪门。哪儿邪？你们家船被抄了。你怎么知道？都登报了。报上说，一艘装满军火的走私船跟水警展开了激烈的交火，船舷上有个标志，跟你腿上的纹身一模一样。这种事之前是绝对不可能会发生的。这个案子刚有线索，水警就抄了你家的船，迫使你抓人。不仅如此，工部局还火速签发了枪决令，逼迫你们两家结梁子。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了吗？可是陈有利杀陶宇，证据确凿啊。未必吧。首先，他是个左撇子。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我仔细看了档案，才发现，那枚纽扣上的指纹是左手的食指跟拇指的，而案发现场的凶器上的指纹却是右手的，而且风衣上却没有血迹。请问他是怎么做的？拿回家洗了。涤纶跟丝棉的混纺，沾上血你要能洗干净，我现场给你磕个头。而且捆绑死者的绳子跟嘴里塞的布都没有指纹，就凶器上有。这个凶手是天才还是白痴啊？这个案子绝对没有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一旦判错，这个锅你背不起。完了，他已经被转到正阳路监狱。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现在必须马上见到他。这个我还办不了。少来，上海滩还有你办不了的事儿。我跟监狱长的女儿之前有点故事。懂了。我自己想办法吧。我是租界巡捕房的顾问，我叫陆遥。巡捕房，干嘛来了？提审一下陈有利。提审陈有利，有批文吗？来的有点急，人命关天，您帮忙通融一下。哦，没批文呐，那可不好办。大哥，陈先生是什么人，想必你也清楚。这个人情，我替黄老大记下了。咱们交个朋友，以后常来。行，我带你去。谢谢。给你10分钟时间啊。在下是巡捕房的探案顾问陆遥。怎么？你是来替乔四看我笑话的？并不是，我认为你是被冤枉的。时间紧急，接下来我有几个问题，希望你们老实回答我。说吧。你仔细回忆一下，案发当天那枚纽扣是什么时候不见的？进戏院之前，
他还是在的。你确定？确定。我有个习惯，所以如果扣子不见，我会第一时间发现。那从你下车之后到逃于海之前，你中间都跟什么人有过接触？只有吴佩言，当然还有曹禺。平时看皮影戏吗？那破玩意儿我从来不看。当天我过去是为了谈生意，结果是个局，活活把老子给套里面去了。你再仔细想一想，案发当晚你都干了些什么？越详细越好。当天，陶宇约我见面，按原计划，先看演出，演出结束之后，让我和吴佩言见面，所以，演出开场10分钟，我到了现场。之后，我就开始闹肚子，可能之前吃坏了什么东西，那一晚上，我上了好几趟魔方。最后一次，是我在蹲坑的时候，陶宇被杀了！陶宇被杀了！突然听到外面有人说陶宇被杀，我害怕有麻烦，就先躲了起来。演出期间，你有吃过剧院提供的食物吗？没有，但是我喝了一杯水。那你在茅房的时候，旁边有别的目击证人吗？所有人不是在看演出，就是在演出。茅房里从头到尾就只有我一个人。演出开始前偷了你的纽扣，演出时又给你下药让你腹泻，让人看到你在，可案发时你却没有不在场证明，太阴险了。案发前有什么奇怪的事？上个礼拜，我刚从舞厅出来，突然冲出一蒙面贼上来抢劫。孙子，连我都敢打，知道我是谁吗？啊！那个棍子多粗多长？大概这么长，这么粗。什么质地？我摸了一下，感觉像是榆木的。凶器上的指纹应该就是这么来的。我当时还以为抢劫不用刀，这是个笨贼呀，没想到凶手早就知道你会出现在剧院，所以他准备好了一切，就是为了杀掉陶宇，然后嫁祸给你。有这心，也有这本事的，只有一个人。我奉工部局之命，要替身陈有利。又是，刚才不是什么？哦，没什么，我让人把陈有利带过来。我亲自去吧。我带您去。哎，慢一点啊，别晚上脚。可是那个吴培燕有不在场证明，你说会不会是有人配合他？先生，陈有利在这边啊，你请。枪决前，工部局来复核你的案件了。那我该说些什么？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说，就等死吗？如果你信我的话，就闭嘴。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陈先生，好久不见。安德森，你怎么才来？我差点以为我要活不成了。我是来给你送行的。真的假的？我相信陈有利没骗我。那说明你还不了解。那个孙子为了利益满嘴没一句实话，为了钱能把自己亲爹给卖了，更何况为了活命。人是你抓的，
现在证据上有瑕疵，将来一旦翻案的话，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那你觉得凶手是谁啊？凶手肯定是剧院里的某个人。现在离枪决不到24小时了，要不要继续查？你定吧。走吧。不急。之前你说那一带的下水道是你监工的？对啊。那当时的图纸还能找到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确定。怎么了？肯定有个密室啊，肯定有我们还没发现的出口。闸北有一个小仓库，我之前很多的旧东西都放在那儿，但我不能保证能不能找到。半个小时啊，找不到就算了。找到了，这个。西区下水道设计规划图，设计的很科学啊。我们找德国人设计的，就施工的时候糙了点。怎么跟迷宫一样？不懂啊？这个细的是用来排污的，粗的呢是用来泄洪的。反正这次啊，即使把陈有利救出来，我跟他的梁子也结下了。你跟他怎么掐都跟我没关系，但是我接手的案子里绝对不能有无辜者。道义啊，他这种人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强迫症而已。图纸没用。为什么？这一带的高层建筑下水道都是互相连通的，这用来泄洪的呀，这是。这个剧院呢，只有一条下水道，修在茅厕附近。可茅厕离案发现场太远了，他们能不能自己挖了一条隧道啊？挖密道这么大动静，不怕人知道吗？去看看就知道了。巡捕房的人来了吗？没有，没有进去吗？没有看到。你们怎么才来啊？你怎么来了？到处找不到你们。想来想去，就只有在这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刚接到内部线报，工部局担心黄老大劫法场，把枪决安排在凌晨了。这也行。所以，在午夜之前，你们必须要找到真凶，否则，我爹和黄伯伯的梁子就永远结下了。尽力吧。哎！你们这是？放心啊，我们这次来是来做工程检测的，借个光。这次要是还是找不到密道的话，好，张运费我出，就等你这句话。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啊？放心啊，东西砸坏了，他赔。这就是土匪强盗，我要去告你们啊！喂，你们太过分了，干嘛呢？停下，停下！吴先生，我们来办案的啊，轻点儿，不是抢劫了。所有的房间都进了，砸了，什么也没有。你确定吗？你放心，一个都没落下，该砸的房间全都砸了，没有发现密道。那个呢？
不是我说你吗？天天就知道混日子，干这点活累成这样啊！您说的是，明天我们就去锻炼。怎么会这样啊？可能老天想收了他吧。哪来的音乐啊？生日会吧，最近搞活动，门票、酒水全都免费，天天爆满。这么晚不怕扰民吗？人家有钱啊，买通了附近所有的巡捕和保安，吵翻了天都没人管。你怎么知道？大晚上的，桑巴、伦巴、恰恰，一首比一首快啊！现在几点了10点半。那不应该啊，应该放慢歌。为什么？喝酒喝到这个份上，该聊都聊差不多了，放手慢的搂着跳，就该带回家了呀。拿个电话，快点！喂，哪位啊？是我，三土。什么事儿？急事儿，你赶紧回忆一下，最近公司有没有传出稿？好像有一艘。哪艘？伊斯坦布尔号。去哪儿？香港。随船有多少人？几百个人吧。到底多少人啊？300、400人，水手、保安什么的。这个归行政部门管，具体细节我也不清楚啊。什么时候出发？12号。那不就是明天吗？对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喂，喂。起活了啊？起什么火？你想明白了，走。啊。找什么呢？车轮印。为什么呀？门票、酒水全都免费。沙逊先生12号在亩产业，300、400人，买通了附近的所有巡捕和保安，用来卸货。他是想撤离上海。啊！怎么了？脑袋疼。嗨，事儿吧，就这么个事儿，结了梁子也不要怕，大不了就开战呗。吴先生在哪？佑宁陪着呢，说是情绪很不稳定，咱就别找他了。我得跟他道个歉。哎，吴先生，很抱歉，这个案子从一开始我就想错了，给您添这么大麻烦，对不起。没事，只要能把真凶绳之以法，我们受点委屈，没什么。赶紧叫上所有火速到沙溪云堂门口碰头。为什么呀？赶紧的，不然来不及了。哎，手举起来。都不许动，抬走，全部都给我老实点。
要不，陆先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杀人案查到一半变成黄金切案了？想知道啊？我想去看看。老乔，你说你这个施工质量，这应该把你拉出去枪毙吧？告诉你，如果我不接这单子，这么大案子你能破得了？那倒未必。什么？好渴。哪儿都找了，就差这个厕所，差点功亏一篑。吴先生，经过复查，我们终于找到真凶是谁了。是谁？这个凶手就是您。接下来我把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简单的说一下。案发当晚，在那个储藏室里，从头到尾就只有陶宇一个人，凶手并不在室内，所以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密室杀人。那操作皮影人的是谁啊？当然是吴先生了。当晚你们在走廊尽头同时看到皮影杀人，可实际上他在另一个房间。原理很简单，跟倒车镜很像。凶手事先在走廊上摆放了一面大镜子，案发时大家在走廊，凶手在这个房间操纵皮影，同时皮影通过走廊上的大镜子反射到大家的眼睛里，造成了假象，让大家误以为你们看到的是走廊尽头的储藏室。镜子，你可真有想象力。我记得当晚大家目睹皮影杀人后，灯灭了，随后大家飞速朝储藏室方向跑，紧接着凶手迅速从这个房间出来，把镜子移到这边，然后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大家面前。这招替你制造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那面镜子。这幅画很奇怪啊，明明是传统的中式国画，却用的是西洋的框架装裱。当时我就觉得奇怪，直到今天晚上我让阿斗把它搬下来，却发现它特别的费劲。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这幅画有问题。案发当晚，众人把走廊的画像洗掉，应该也是你搞的鬼。上面有个小洞，插的是之前挂画的钉子，明显被人松动过。为什么这么做啊？找个合适的机会就把画给换了呀，顺便再把这面镜子藏起来。这只能是你的猜测。那你就说我猜的对不对嘛？办案啊，需要的是证据。那我接着说喽。你们回想一下，最后一次看到陶宇是什么时候？演出开始前，陶吴二位先生上台向观众致意。演出过程中陶宇也在，所以应该是演出完之后才被杀的。演出结束后到发现陶宇死，才多长时间呀？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您别着急嘛。其实从一开始我就严重的怀疑这位吴先生有作案嫌疑。为什么？案发后，沾了血的阎王皮影被放回箱子里，当时摆放的位置
严格遵守了皮影艺人的行规，男女皮影人之间头跟身子不能混杂，人跟人之间不能脸对脸。为了避免身手混杂，特意把它放在了第3个。这种习惯成自然的行为说明凶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皮影艺人。戏院里边懂皮影的人有10几个呢。是啊，但是当时在现场的只有您一个。从陶宇被杀，再到他出现在现场，时间这么短，来不及吧？演出开始之前，陶宇就已经不省人事了。你怎么知道？你看过尸检报告，陶宇的体内含有高浓度的降压药，他有长期的吸毒史，血压本来就低，服用高浓度的降压药之后就会瞬间昏迷。吴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那个小瓷瓶里装的就是降压药吧？没错，可是观众是听完整场演出的呀。那场演出是你一个人完成的。怪不得散场的时候观众说，陶先生的嗓子比以前要哑。嗓子哑，那是他吸毒吸多了。我是人不是神，连演带唱，还有音乐，一个人绝无可能完成。但是如果有老葛的帮助的话，还是有可能完成的哦。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以前是琴师吧？好啊，那就请他出来对质啊。老葛已经死了，那就没办法，死无对证啊。吴先生，你好像对老葛的死并不意外吗？这些天呀，发生的事情太多，我早都习惯了。好累啊，还是一口气说完吧。演出开始前，你给陶宇下药，让他陷入昏迷。随后，你跟老葛演出，你唱，他拉琴，唱到五峰会的时候，中间有3分钟是不带唱。你戴上手套，把死者从后台拖到储藏室，然后嘴上塞布绑好，把纽扣塞到了死者的掌心里。之后拿着沾有陈永利指纹的木棍戳死了陶宇，再返回现场继续演出，一直到散场。证据何在？死者当时穿的是秦伦的裤子，脱拽的时候裤腿摩擦地面会产生静电，就会有细丝粘在经过的路面上。这种痕迹脱吧脱不掉，但只要用米芬错松试剂喷上去就会变色。这可是一条从后台通往犯罪现场的路，要不要现场演示一下？当晚剧场里可不止我一个人，老葛当时也在后台。但是会打那种双套结的人就只有你一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之前是跑船的，这种结就只有水手会打。再加上之前凶手精通皮影戏的线索，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只有你一个。本案阐述完毕，还有任何问题吗？陶宇是自作自受，这些年他可把我们折腾惨了。要不是我苦苦撑着，剧院早就关门了。我只恨没有早点杀了他。你为什么杀老葛？我没有杀他。不是你是谁啊？是那帮劫匪。吴先生让老葛跟踪那帮人，被发现之后灭了口。吴先生，现在就该说说你是怎么跟那帮劫匪勾搭上的了。这你实话实说，乔探长会酌情给你从轻发落，留你一条性命。我杀了陶宇之后，有人突然半夜找到我。陶宇是你杀的吧？没错，我什么都知道。只要你乖乖听话，按我说的办，我就不会报警，否则我就把你们全都杀光。他让我给剧院的员工放假，之后每天晚上都过来，不管干嘛，我都不能打听，也不能出来看。我有把柄在他们手里，也只能从了。有人想在戏院施工，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呀？之前案子还没结，如果吴先生突然消失，怕我们会起疑心。那你是怎么想到有人要劫金库的？之前沙逊银行的同事找我，沙逊先生最近卖了很多产业，换成了黄金，我觉得他是想撤离上海，
随后，我从当年的图纸里发现剧院和沙逊银行之间有潜在的联系，附近建筑下水道都很相通，但只有戏院和沙逊银行的地下装了用来泄洪的粗管道，直径大到可以走人。当时我就起了邪念，这是多么现成的一个发财机会啊！可是从下水道到金库底部的话，就必须把底部先挖穿，这个工程量太大了，而且还有不小的噪音。于是我打消了这个邪念。哇！我在一旁敲墙的时候听到了音乐声，这个时候才想起来，沙逊银行一旁的盛乐会最近每天狂欢到天亮。本来他们周末才营业，可最近他们天天开 party， 而且门票、酒水全部免费。谁家有钱经得起这么造呀？这个时候我才感到有问题。阿斗也说他们花钱买通了周边的保安跟巡捕，这种事买通巡捕就可以了，保安有必要吗？随后身经百战的乔探长表示，别的舞厅10点之后就会开始放慢歌，而他们一直在放快歌。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狂欢派对只不过是为了掩饰施工时候发出来的噪音。随后我在后巷发现垃圾桶都被人抱走了，而且杂物也被清走，说明晚上很可能有大车要进。还有，林小白告诉我，沙逊银行最近订了一艘货船“伊斯坦布尔号”，明天去香港。这是一艘小船，可随船有300-400号保安跟水手，肯定是运金子的船。所以，今晚是最后的动手机会。这事儿和黄老大有关系吗？这得查完才知道。这起杀人案就这么结了吧？那请吧，吴先生。大哥，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啊？什么？陈有利啊！哟，看着他啊！18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关门！等一下，他不是凶手，真凶刚才落网了。我姓乔，租界巡捕房的乔探长。对不起啊，力哥，来晚了。王八蛋，你故意的吧？要换条裤子。那个案子审得怎么样了？所有涉案人互相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上线是谁，只知道对方的出价很高。那他们平时怎么联系啊？他们有人把每天的行动登在报纸上，然后用特殊的密码，再把文章翻译成当天的任务。所以即使落网，幕后的人也非常安全。这个不像是黑道所为。老爷子，那个戏院的风水非常的差，黄老大这么急着收购，我想肯定是冲着那批黄金去。那么精细的活儿，再借他仨脑子也想不起来。老黄平时贩卖鸦片、日进斗金，他犯不着因为这点闲钱得罪沙逊吧？那可是2吨黄金呐！我只能说老黄啊，给英国人当了棋子儿，希望在这之后啊，他能够长点记性。
现在，我要感谢你，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不是一个穷光蛋。别客气，您之前对我也是关爱有加。那次因为那件事儿，我给你开除了。其实我挺后悔的，因为你是为我这个银行赚钱最多的人。我想问，您为什么要把资产转移到香港？分散投资吧。10年之内，战争会在中国爆发。你也应该有一个逃跑的路子，一个活口。你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明白。我亲你一个人情，所以我想邀请你当我银行的董事，薪水是你现在赚的3倍，还送你一个下飞路的豪华公寓。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现在想出国过自己的小日子，如果您方便的话，帮我个忙吧。这个事儿只有您能帮我了。如果这是你的梦，我会帮你实现。For the life of me, I can't figure out how he figured out our operation. I told you from the beginning. This Liu Yao is going to get us in trouble sooner or later. We need to kill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Do you understand that? Your mercy can only hurt yourself. Fine, I'll arrange it. Murder, explosion, whatever way, I'll get rid of him. Go. 你放心啊，我什么都没有听到。I'll be fine. Go. 陆胜辰，精神不错。嗨，人逢喜事精神爽嘛。Oh, tell me what. We'll share this happiness together. 之前沙逊银行那个黄金大劫案，您知道吗 I heard that. What's going on with this case? 这个事儿吧，说起来也简单。某位老板得知沙逊先生准备把资产换成黄金，准备转移，就想劫持黄金。于是他派手下以拆迁为名，委托黄老大手下的陈有利收购一家皮影戏院，想通过戏院的下水道进入沙逊银行的金库。很可惜啊，收购计划失败了。戏院业主吴培炎杀了人，然后嫁祸给陈有利。陈被捕之后，由于忌惮登门办案的租界巡捕，这位老板就派人威逼利诱吴培炎，逼他就范，然后连夜施工挖穿金库底部，期间还杀了一个跟踪他们的门房。就在这群匪徒即将进入金库的瞬间，被英勇的租界巡捕逮了个正着。Bravo。这位老板呢，怕我坏了他的大事儿，还找人狙击我。你说他混蛋不混蛋？This is such a long talk. Will you please tell me, who's the boss? 我们虽然没能抓到这位老板，但是我梳理了跟这个案件有关的一些线索。我发现，黄老大受了这位老板的委托，去强行收购这家皮影戏院。盛乐会接受某公司的酒水赞助，发起活动，门票、酒水全免，整整狂欢了半个月。还有那些不法之徒接受指令所用的报纸，经过分析，纸张跟油墨与之前舞台爆炸案中邹静收到的报纸完全一致。我们顺藤摸瓜找到了那家印刷厂，得知该厂与赞助酒水的公司是同一个老板。
运输黄金的卡车目的地是一个码头，而停泊在那个码头的唯一一艘船只，也隶属于那位神秘的老板。好巧哦！这些线索虽然和我有关 ，there is no evidence implying criminal activities. There is nothing that can prove that I've been there. Do you think anyone can sue me? 当然不会，您是租界大佬，谁敢招你？不过我把之前的案件都梳理了一遍，我才发现有几桩案件涉案者家中都有一些特制的报纸，那些报纸上记载了相关的作案手法。很显然，有人想用这种方式诱导别人犯罪。聂家血案中，凶手从镜中伸手杀人，作案者医生就是从报上获得了灵感。And what's in it for me? To kill Chen Qiusheng? 你们合作贩毒，想必是因为分赃不均，所以想换个合作方吗？电车劫持案，你想低价入股电车公司，于是诱导吴天鹏作案。只是你没想到作案过程被人发现，吴天鹏为了掩盖罪行，所以才杀人灭口。紧接着，你为了把闸北警察厅厅长换成自己人，派人向记者提供线索，无形之中给厅长施加了精神压力，迫使他亲手谋杀了同僚。之后，你入股的药厂古灵症患者为了求生，在你的诱导下，先后谋杀了数名黑道中人。为了夺取高端艺术品市场的控制权，你决定向犹太富商雷蒙德下手。于是，那名饥寒交迫的女画家居然能够无师自通，用一种极其复杂、不可思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同时，雷蒙德成为了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我没在，雷蒙德可能已经被枪决了。克茨施杀人案结案之后，我发现某公司在很早以前就收购了一大批死者的作品，作者死后价格呢上涨了无数倍。本案最大的受益人还是您了。钟楼杀人案，凶手为了让卧病在床的太太看到夕阳，不惜杀人，制造舆论，拆除钟楼。结案之后，我在市政厅看到一份报告，由于此案那块土地以超低的价格出售，随即转卖给哈同先生的房产公司。这一单，您至少赚了5000大洋。天主教的修女杀人案，安格斯神父被调离，继任者是天主教坎曼教区主教沙尔曼神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之前在印度安德拉邦坎曼县待过几年。沙尔曼神父应该也是您的老朋友吧？他到任后，您以不可思议的低价收购了一大批教产，3个月后转售给于先生，利润惊人。随后你意识到，由于乔楚生不断破获大案，白老大在租界的势力越来越大，这绝对是一个潜在风险。于是白老大投资的电影出事了，当时所有线索都指向白老大，稍有不慎，他就会引火烧身。这招可真够阴的。通神会杀人，你发现邪教能敛财，但是这个太监出身的电传师狡猾贪婪，不好控制，所以你把他之前的罪行透露给了受害人李丹一，诱导了这场谋杀。之后这个邪教换了个地方卷土重来，现在在北京、南京、苏杭都有分坛，信徒甚众，日进斗金。圣乔治大学福尔马林杀人案，你身为校董，为了侵吞特效药品的研发成果，不惜施压，把刘彦生推向绝境。事后，流行性脑炎的研究资料都落入了你手中。新月日报的主编被谋杀，当时我和乔楚生在租界屡破其案，新月日报的跟踪报道制造了华人英雄。你们想削弱华人在租界的影响力，所以第一时间，你们从媒体下手。主编和楚明偶遇，2人寒暄，不远处的佟丽看到这一切，于是你安排人让楚明在法国待不下去，逼他回国，并制造机缘巧合，让刚回国的楚明跟主编这2个佟丽的仇人同时出现在他面前，刺激他，迫使他出手。舞厅谋杀案也是拜你所赐。刘显贵身为华人富商，在租界里的地位越来越高，几乎能跟白老大分庭抗礼。
这种敌人当然要铲除。所以，我那个连碗都不会洗的阿姨，居然能够自制水果店吃。结案之后，她交代，她是在报纸上的一个广告里得到的灵感。但当我拿到那份报纸的时候，我发现广告里的那个产品根本就不存在。柳林公寓谋杀案，死者钱一如做外贸，几乎垄断了对欧的奢侈品贸易。他的货进货快，价格低，搞得你在几个大商场的专柜纷纷倒闭。于是，钱家的女佣某天午夜在电台里听到了一段精彩的说书，讲述了一段发生在香港的奇案。他照葫芦画瓢杀了女主人。随后我们调查了江浙沪地区所有的电台，没有任何一家播放过类似的内容。沪上富商周振清被雷击啊！案发前，你曾派人登门拜访，想要收购大洲百货，被拒绝之后，他的仆人起了杀心。案发后，我们采访了凶手，他患有极其严重的躁郁症，但他平日服用的清心丹被人调包了。经过化验，我们发现里面含有数味虎狼之药，这导致他怒气郁结，肝火大旺，最终走上了这条不归路。然后你低价收购了大洲百货，转手卖给哈童，这单又赚好几万。闸北警察厅厅长江元道杀人案，死者沈凤生曾与你共同研发新型毒品，试验失败后，沈担心家长闹事，决定退出了，于是他也被杀了。随后，你找到了开药厂的邹颖，制造海洛因，发了大财。可惜邹颖跟过白老大，见过世面，所以胃口也比较大。于是你找到他妹妹邹静，在你的诱导下，一步一步制造了这起爆炸案。可由于邹静是我的前女友，所以我对这起案子格外上心，查得也更仔细。之后，才发现了那些有趣的报纸。最后，就该说说这起黄金劫案了。结案之后，我让林小白去调查，发现您的公司在几个月前就下了大量的空单，一旦股价跳水，你马上就变得富可敌国。所以我在租界破的这些案子，全都是您老一手策划的。There's not enough evidence. I've told you. Who's going to prove that I did all these things? This case cannot be filed. Understand? 您的这些犯罪线索呢，我都已经写成了报告，转交给了沙逊先生，委托他转交给正在上海巡查的英国上议院代表团。在上海，他没人敢动你，但是沙逊先生的面子，大家还是得给。把证据交给法官跟陪审团，然后再结合您在印度的所作所为，我相信，法院最终会给一个公平的判决。Do you know who I am? Do you know what I've done for the British Empire? 贵国的内政呢，我就不参与了，但是您老保重。Sir Norman, please come back to London with u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I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be one of us. 不敢，我老婆管得严，不让我跟坏人玩。There is only one thing that you have guessed wrong. 什么 I never sent anybody to kill you. That's not me. 不是你那谁啊 You'll find out on your own. 老爷子，诺曼刚刚被抓了。哦，他虽然没有官职，但在工部局很有影响。谁敢抓他？三图写的报告，沙逊打点关系，这一次英国警察亲自动手，押回伦敦去审。伦敦是人家的地盘啊！哎呀，放心吧，沙逊派人盯着呢，这次必须定死他。敢动犹太人的钱，那真是不想活。哦。那，工部局那个安德森呢？他还在，但是幕后的老大已经不在了。你想啊，这么一个小喽啰能掀起什么浪花来？而且我听说事发之后他请了病假，已经几天没有出现过了。你可别小看他，毕竟在工部局有9个董事，美国、
德国各占一个，跟咱们走的最近的只有俩，剩下的可都是潜在的敌人。只要咱们不干坏事，身正不怕影子斜。警务处下面有14个巡捕房，咱们只占3个，咱们得站稳脚跟，稳扎稳打，可不能赢了一次小仗就掉以轻心。明白。啊，这3土的伤怎么样了？轻伤，应该好的差不多了。不过，咱们之前跟英国人闹得这么僵，我怕最近会不太平。要不，让他们2个出去躲躲？我也是这个意思。那他们2个要是走了，你一个人能行吗？诺曼已经被抓了，您觉得租界还会有那么多奇案吗？平常你俩谁做饭多呀？当然是我了。这个家伙呢，手脚有点不协调。你才不协调。姐，我平时干活少，但是我已经让佣人写了菜谱，我在努力学。你放心，保证饿不死他。行了，别忙了，过来吃吧。来，这杯酒敬我最心爱的弟弟，破了这么大的案子，为国人争光。干杯！在租界从来都是华人受辱，这次真的是扬眉吐气了。华人之光，我相信老爹知道的话，也会为你感到自豪。所以，3土最好还是留在上海吧，继续和他们战斗。不可以。为什么呀？最近这么乱，我担心你们俩的安全。那我2个哥哥在外面带兵打仗，你怎么就不担心他们呢？他们俩都是大人了，你呢？我都25了呀。是啊，姐姐，你看他平时是有点任性，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挺成熟的。别说了，决定离开上海是之前就说好的，不许反悔啊。地方你们选好了吗？我得安排人提前买房。巨赖达路开发了很多新的小洋楼。我说国外，伦敦、纽约、巴黎这些地方你们可以随便选。我俩在上海住惯了，真的不想走。必须走，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否则哪天再一枪怎么办？不会的。你怎么知道不会？案发之后，乔探长回现场查看。那天晚上开了数枪，第一颗麻醉弹直接打在我身上。现场找到几个弹头，做了弹道检测之后，发现那颗子弹来自于里恩菲尔德4号步枪。这种枪一直在做内部检测，根本没有大规模量产。之前只装备过北非和突尼斯的2个英军机动队。我记得姐夫在突尼斯有个庄园。你到底想说什么？没什么。我把弹壳上的指纹做了化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我怎么可能猜得出来？弹壳上的指纹跟你司机的一模一样。司机的指纹你怎么能拿到呢？我姐那辆专车门把手上有指纹，阿头帮我采的。姐，你就不怕那颗子弹打偏了，然后打到我脑袋上吗？我都是为你好，你要是还不听话的话，下一枪，我真不敢保证打在什么位置。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找人把你抓回去啊？好，我等着，你现在马上打电话。
我倒想要见识一下租界巡捕房的厉害。行，等着。三图，三图，姐姐真的是为你好，你听我的行不行？为我好，为我好，找人拿枪打我。哪天他不开心了，是不是还得拿炮轰我呀？我作为长姐，不让你跟那些下三滥的杂碎来往，我有什么错？你刚还说我是华人之光。陆三图，之前老爹暴怒，让我尽快采取行动，我是因为心疼弟弟，一直给你留着面子。接下来，你很快就会知道，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你那些光着膀子纹身的江湖朋友是有多么不堪一击。你威胁我？他威胁我？没有没有，姐姐真的是为你好，你乖，把电话放下。我支持你和白小姐在一起，已经是法外开恩了，请不要挑战我的耐心。我就挑战了，怎么着？那好，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生我的时候，我妈是高龄产妇，因为难产，差点死了。后来她身体一直不好，医生说呢，她是生我的时候伤了元气。我爹因为这个事儿就特烦我，从小到大都没怎么对我笑过。我爹就总冲我笑，但是也不见得他对我好啊。行吧，怎么样才算对你好？理解和尊重是最起码的。这两样对我来说呢，都是天方夜谭。从小到大，无论我做什么事情，吃什么、穿什么、读什么专业、在哪读，都是他们开会决定。决定完了就逼着我执行。我要是敢说半个不字，要么就是罚跪，要么挨骂。我爹对他养的狗，都比对我厚道。你其实应该感谢你爹，康桥也算是顶级名校啊，而数学和医学也是好专业啊。其实我当时更想读麻省理工的航天专业，那儿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工作设备。你想当飞行员啊？开飞机我倒是没兴趣，但是我更想造飞机，造火箭。我想造那种一直能开到月亮上的飞机，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造一个时光机，这样我就能回到童年，再看我娘一眼。现在也还来得及啊！你要是想学，我可以陪你去美国深造。现在出国呢，刚好合了我姐的意，我可不想让她觉得我怕她。用不着跟她赌气，人生路得自己走，用不着她在意别人的意见。我就是不想输给我姐，更不想让我爹觉得他还能控制我。你爹要是能控制你，你还能跟我在一起吗？那倒是。那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只是为了气你爹啊？啊？你爹越禁止你做的事情，你就越要做，所以你选择我，是不是只是为了气他？是不是？你说。这个我倒没想过。我对感情都是一窍不通的，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你好好想，想清楚再跟我说。哼。报告，卢长官，电话。喂，
喂，哎，我陆宥嘉呀，哪位啊？我陆淼。姐，你怎么打这儿来了？找不到你爹，只能先找你了。啊，我爹呀，他回济阳祭祖去了。怎么着？有事吗？你手头有多少兵？没几个呀，5、6千吧，都是些新兵蛋子，还在训练呢，打不了仗。装备怎么样？装备，就是些常规的步枪啊、手雷啊什么的。啊，对了，还有20几挺马克沁。怎么着？要动兵啊？你带些人去上海，把陆三图给我抓回来。